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3月底4月初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川习会哈，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呢3月底预计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就会到北京去访问。那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考虑在川普出访前对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方降低向美国的敌对国家，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呢，来购买原油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交换条件？比如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台海议题，会不会在中间有一些交易的筹码？那《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呢 ，Bessent 最近他就私下咨询了多位前官员、企业高层，还有政策分析师，希望中方趁着这个时候，就是中东发生战事，那就改买美国的原油跟天然气。另外呢 ，Bessent 也考虑要求中方降低对伊朗的原油进口。不过同一篇报道中也指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可能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呢在反对台独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所以3月底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习川会中方跟美方双方各自的盘算，请教委员。我先补充一句，讲了伊朗战争，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战争打2个礼拜以后就会结束，然后伊朗就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战争会从这个所谓的战争就冲突 confrontation， 这个 conflict 会变成 confrontation， 而且是长程的僵持。僵持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飞弹，也有无人机，有一些轰炸，但是主要的战争，我认为就是过去，就是那种大规模对。最重要是因为美国你也没有能力去占领伊朗，你连地面战你也不敢打。如果敢打，你干嘛找库德族？没错，自己能打架还能够找人来帮手，他怕伤亡，对不对？对。那伊朗也没有办法让美国跟以色列停止这个战斗，所以这个会僵持，但基本上就大战过了。至于讲到这个川习会，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会见，因为双方都有想要一些东西。但是你说他这个川普会不会在军售上面，对台湾的军售上面，然后呢，这个对习近平让步，而且做重大让步，说我本来要卖的，现在就不卖了？我觉得不会。他会把这个决定会推给国会，说国会已经通过了，我没有办法叫这个回头啊。那可能1-2项的军购，他就让延迟推后先过个一阵子，然后再给我们，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很大让步不会。不过这种所谓的这种领袖高峰会，他们的见面，基本就是一种交易嘛。这国与国之间通常就是一种交易 ，give and take， 我给你一些，那你要给我一些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是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要的就是你多买我的石油嘛，你多买我的东西啊，买石油买天然气啊，现在反正那个荷姆兹海峡问题也很多啊，对，是不是？稀土你一定要卖给我啊，对不对？然后你还买我的大豆啊，这是玉米啊，这你都答应过，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兑现啊，就这样子。川普不会轻易低头，原因是他认为说我在委内瑞拉多漂亮，把人家总统都抓到美国要审判了，然后我在伊朗，你看我把伊朗都差不多都打挂了。所以他现在是志得意满、很猖狂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大陆这个低头呢？不会。但习近平也有习近平的底线，他毕竟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也不会随便说我好了，那我也同意，你就台湾问题就算了，我们也不要谈了。他还是会坚决、坚强的强调他对台湾的立场。是，那委员，那我请教您那您又怎么看？因为我们从去年看到现在最新的，就是委内瑞拉这个被美国攻击，美国这个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再来对伊朗跟以色列，就是他联手进行了这个军事行动。有分析也看到说，这2个都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断了中国大陆的能源供应这个部分。现在呢，又正好趁这个机会，叫中国大陆改买美国的原油，这背后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石油，它早就有做好一些，也有存量，它是多元的，去寻找这个来源说实话，你委内瑞拉，你又即使石油没有办法取得，我认为他会取得，因为委内瑞拉有欠他的钱，好，那美国就说，那你买，但是我不能用以前的价钱给你，我要卖贵一点给你了，那大家中国大陆只能接受。而且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办法买委内瑞拉，没有办法买你这个伊朗的石油它很简单，它就增加对俄国的采购。对啊，它还是有替代的。对呀，它有替代的。但是你美国说你不准买俄国的石油，那中国大陆告诉他，你可以叫印度停止就停止。你知道印度这2天又加强跟俄国要采购
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就这样子啊，就你不能让我不能活，而且我觉得伊朗的石油。荷姆兹海峡封锁也是美国很头痛的问题，因为经济如果出问题，他其中选举就会大败，他被大败，下个会期他就准备被弹劾，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他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荷姆兹的这个问题迟早也会解决啊。现在不是说伊朗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货船，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船经过我们不打就是了，对，所以它不会缺这个油了。选择性的管制哈。好，那现在呢也看到说，美国呢在这个能源啊、石油方面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呢？因为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哈，跟这个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累计上涨了将近21%啊。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他们的统计呢，汽油已经平均上涨了27美分，到达每加仑3.25美元。路透也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就是从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飙升啊，看得出一些迹象。美方是盘算要透过金融市场，而不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来影响能源的价格。那因为川普认为呢，军事行动优先于油价，所以最近看到他一派轻松、老神在在的感觉。能源金融界常常有一句话，就是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OK， 所以。骆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美方现在因应这个油价短期波动，因为一定是会上涨的哈，他们的做法是从金融市场来着手。没错 ，The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石油的价格啊是看它的期货，不是看每一桶的那个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期货的价格会影响现货的价格。那现在既然期货涨了21%，那现货更是涨得更多，我刚刚讲，甚至到了28%、35%这样的程度。那美国现在就大家传出来，就川普已经要求这个财政部长 Bessent 说，你是不是就可以放空这美国的这个石油的期货指数？因为这个从来政府没有去介入过这个期货指数，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强，因为 Bessent 大家知道，他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操盘。是。他这方面非常精明，所以 Bessent 已经说他这2天会提供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期货涨的时候，那这些手上有油的或者没有油的，他可以去放空这个期货，然后去买现货，或者是卖掉现货去买期货，它在中间套利的空间非常的大。那川普就想要用政府的角度去介入。去防止这个套利交易的持续发生，让现货的价格跟期货的价格能够趋于一致，所以他想要做这个目的。那当然，他可以比照上次2022年，他可以把第一 SPR 就战略的石油把它释出来，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他可以去要求这些你玩期货的人，你的保证金我给你提高，我在监管的时候来给卡你第三个，他想办法把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给解决，所以他有很多的工具可以采用。不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他说放空期货这个指数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案，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因为万一赔钱的话怎么办？前所未见哈。对，前所未见。但是川普能够做得出来，大量放空，而且大家知道，石油每一天的这个交易价格都上千亿啊。对。所以这个你要影响的，能够影响要放多少钱能够影响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对，所以这次美国对于这个伊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单方面的只从军事层面或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要去操纵或是影响金融市场的背后的盘算跟这个考量是什么，恐怕也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那这次的军事行动当中，其实对于军武实战这件事情啊，也有多所讨论。这个舆论战打得凶啊，像是英国经济学人就报道说呢，这次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大陆制的红旗9B 防空系统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个美以联军的攻击。还有呢，最近几天这个攻击行动当中呢，看到美军跟以色列空军出动了 F-35跟 F-22隐形战机，再配合无人机跟电战飞机啊，完全压制住了伊朗的防空体系，同时干扰到雷达，让伊朗的整个几乎是说瘫痪了，很难完成这个有效的探测跟锁定。好，那美军的有人机、无人机整合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最新的一个消息证实呢，空军的 F-35I 一架战机呢，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伊朗空军的，就是俄罗斯制的亚克130高级教练机啊，这也是 F-35系列从出厂以来呢，首度在实战中击落有人战机。那所以
这代表的一件事说，任何武器强调它再厉害，但是实战说了算。所以这一次，如果说美方强调伊朗所使用的，包括像是东风、红旗防空飞弹不管用，缺乏实战的意涵，但是我们也看到2006年正式出场的这个 F-35啊，到了这一次，到了刚刚所说的这个 F-35I 击落了伊朗的高教机，那它所凸显出的战略意涵又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有2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到底这个红旗系列的这个防空导弹到底管不管用？第二个是 F-15的这个F-35的战力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想这个红旗 9B 这个防空飞弹，其实它搭载是 JY-26雷达，那这个雷达其实是针对逆中战机，没错，它是长波雷达。那雷达的运作的困难是说你反射回来的波要越多，我越能精准的定位你在哪里。可是问题是现在逆中战机它包含涂料还有反射的这个角度，其实算过，所以在雷达上面，以 F-35来讲，它的大小大概跟一个就是它能扫到的截面大概跟一个高尔夫球差不多大。F-22大概是1块钱硬币这么大。那传统的 F-16你大概会看到一台汽车这么大，所以你在这个逆中的技术进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雷达应该非常难扫到，包含他们自己要回到自己的基地，他都要把他要额外开一个开关，让他的塔台可以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哦。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许不是在雷达没有用，而是现在的科技的确太进步。那这个雷达长波它有个缺点，就是它扫得到，但是它抓不准。短波雷达比较有办法抓到比较精准的坐标，换句话说，看得到它打不到，这是一个问题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恐怕全世界大概不太有国家可以完全的解决哦，因为科技实在太进步。是。那这一次的以色列跟美国算是一个奇袭啦，2月28的时候突然打，所以我想任何国家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底下，要能够启动它防空飞弹，我觉得都有困难。但是如果他知道要打，他可以配用一些比如说红外线的扫描，或者是其他波段的这种的定位，也许可以找到，但是完全没防范，我觉得难。那 F-35对 F-35其实它不是被设计来用来做空战的，它主要是逆中的攻击地面目标，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电子的征收，所以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空中战机，但它不是主要用来做空战。其实同样 F-22也很少在这个直接在空战里面击落对方的飞机，但是他们的这个攻击强度确实是很强，主要打击地面目标，精准又不容易被找到。那这一次的这个案例就是亚克130，它其实教练机，它可能有配一些武装，但是我觉得也不太能够完全定义它是一台战机那也就是说，它被 F-35给击落，但这个不是 F-35主要的任务，所以在过去2006年 F-35问世以来，我们会感觉它好像很少击落飞机，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它性能不够，而是它被设计的时候，并不是被期待用来做空中的缠斗。而且如果两个相互比较的话，一个是高教机，一个是 F-35的逆中战机，第5代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嘛。是。OK， 好，所以等一下回来哈，我们要继续来探讨的就是呢，在新的一周呢，根据美国财长贝森的对外的表示说，川普之前不是讲说要提高一律都是15%的全球关税，马上就在这个是新的一周要实施了。那后续的影响是如何？等一下回来讨论。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